好，接下来呢，帮助就不需要讲了。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这个魔法棒这个小工具啊，小工具这个里边呢就是调整我们的这张图的这个一些，就像大家用过美图秀秀可以知道啊，色相啊、饱和度啊，调节它的这个饱和度、亮度、色相这些调整啊。然后色彩平衡、曲线都是这一个意思啊，都是调整这个整幅画的这个质感，高斯模糊、动态模糊这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。看向右拉它就模糊了，对吧？大家自己尝试一下就知道，都每一个杂色看都是什么用处啊。好，这里边都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这里边下面有一个液化啊，液化工具。我们首先看到它的这些菜单栏，我们点开之后啊，看到这个第一个是尺寸，看到没？就是我们的这个笔刷液化笔刷尺寸，它这个是什么用呢？就是有点像美图秀秀里边的这种捏脸，就是把我们的瘦脸呢，把我们这个脸啊向上捏一捏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微调整这个形的时候啊，需要用到这个液化工具啊。有的时候起稿呢，可能有些地方形有些稍微大了，我们给它往里推一推；小了我们就往外拉一拉。里边剩下的这些东西啊，我都没有用过，基本上都用不到啊。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，去试一试，尝试一下。然后第三个这个 S 的这个标志啊，是什么工具呢？它是一个选取工具。大家可能不知道用没用过这个 Photoshop 啊？看选区工具，看点一下，第一个选项是自动，点一下，它就是把相同颜色、相同材质的部分给它选择出来了。我们的这个画呢是，就是区分没那么明显啊。大家可能在做一些商差的时候，它的这个边线比较齐的那种画啊，它会比较好选择啊。这个我们就不太好选择，所以说自动我们有的时候用不到。手绘呢，就是看我们可以圈出一个区域，它就选出来了。我们选出来之后，这个功能是干嘛的呢？它会出现一个中间是选择区域，你看外边我没选到的地方，它就会有这种阴影一样的东西，看到没？有阴影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编辑、在操作、在画的时候啊，看我画不到外边的区域了，对吧？就是选中这个区域之后，我们只能在这个区域里边去操作，外边的区域呢就操作不了。这个呢，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了解啊，我们还是要在作画过程中给大家举例啊，大家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，这些东西都是干嘛用的就可以了啊。我们之后呢，在作画的过程中，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啊，边画边讲，这样呢体会会更全。最后一个是一个箭头工具，是选择它，它可以拖动我们的这个选区，就是配合着我们这个 S 的这个标志啊，手绘我们圈出一块区域，然后点击这个箭头，它就可以移动我们的这个区域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它就可以移动开了啊。这个就是这两个工具呢是相互配合的，选择这之后，然后选择它，然后选择好了这个选区之后可以移动，然后也可以翻转，你看垂直翻转、旋转45度，然后可以等比的拉动这个小箭头呢，这个小点啊，可以给它放大缩小。放大缩小这个是等比，对吧？它还可以自由变换，选择这个自由变换，你看这个就可以自由的给它缩放，扭曲也是啊一样的，弯曲你看就可以这样弯曲。这些功能啊，大家都是要在我们的实操的过程中给大家详细的，就是在通过案例的过程中去讲解，大家才会更好的去理解它的这些小功能，好吧？好，上面呢这5个小功能大家清楚了之后呢，我们讲一下左边这个界面啊，看第一个就是尺寸，笔刷尺寸的放大缩小。我们给它放到最大，然后放到最小，你看就是笔刷的大小啊，这个是笔刷大小。然后下边的这个是笔刷的透明度，上下的去放大缩小。100%呢就是这个颜色，给它放到10%几，它就淡了，对吧？越来越淡了，看画不上去了。这些都是我们经常用的啊。然后下边的这两个小箭头呢是撤回返回上一步，然后这个呢就是再返回，就是你返回了上一步，有时候我不想返回那么多，然后我再给它再撤回，这就是两个小功能啊，撤回。然后呢，中间的这个小圆点，大家看到没？
这个是一个吸取，我们点击这个啊，点击左边的手呢，按住这个，然后笔刷呢就变成一个吸取颜色的这个工具了，看到没？它就可以吸取这个颜色，然后我们松开，它就吸取，我们吸取一下这个紫色，吸取这个颜色，吸取一下这个黄色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松开手，然后再去画，它就变成这个颜色了，对吧？这就是吸取工具啊。然后右上方这几个小功能我们统一讲一下啊。第一个就是笔刷啊，点击一下它，这里是我们的笔刷库。这前面呢是我自己整理的一些笔刷啊，然后下边呢是系统自带的这些笔刷啊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哪些的笔刷。然后我们的这节课呢也会给大家介绍我画画所用到的所有的笔刷，也都会分享给大家啊。这些泥壳滚动。然后第二个是涂抹工具啊，小手是涂抹。打开我们看啊，也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笔刷画笔库是一样的，看它都是一样的啊，统一的。然后我们涂抹就是这个效果啊。大家画过素描的，可能有同学有素描基础的啊，可能知道我们涂抹是干嘛用的，就是上完色调铺完色了啊之后，我们给它揉开，可能用一些纸巾啊，或者是涂抹棒啊、涂抹工具啊，就是给它这些颜色呢涂抹开、揉开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个是橡皮擦工具。也是啊，这三个界面里边打开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画笔。你看橡皮擦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橡皮工具嘛。它这个橡皮呢，就是丰富一些啊，各种各样的，把我们的所有的画笔的这种形状，橡皮呢都包含在里边了。好，最重要的啊是这个工具，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它了啊，比较难理解。这个是涂层工具。涂层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用过 Photoshop 可能知道啊，没有用过 Photoshop 的同学啊，可能比较难以理解。就是说，它这个东西呢是新建一个画布，就相当于在你的这个画布上面新建一个东西啊。我们新建一个东西，这个时候我再给大家画啊。你看我这个时候画的都是在这个图层上面，没有影响到我们画面的本身。你看我可以给它这个小对号呢，是最后面的这个小对号是开关这个图层啊，就是打开或者是隐藏，你看隐藏它就看不到了，对吧？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，再在上面去画，我换另一个颜色啊，再在上面去画，然后你看相互之间它们是不会受到影响的，还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在画一个东西的时候啊，就是新建一个图层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图层里边啊，这个是一个图层的功能啊。然后中间的这个小 N， 看点这个 N， 它就是这个是图层的各种叠加方式啊。这些东西呢也是稍微，如果你是纯新手同学，理解起来可能稍微比较复杂一些啊，比较难理解。所以说等到我们接下来呢，在绘画的过程中，再给大家逐步的去讲解这些功能，好吧？使用方法，点击一下我们这个图层的中间呢啊，这个小框，它会又出现一排这种菜单栏。这里我们经常用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阿尔法锁定、蒙版、剪辑蒙版这些的啊。这些呢，我们之后在作画的过程中再给大家讲，不用说这些一次性的啊，大家都全都搞清楚它具体每个功能都怎么用。其实有好多功能呢，我也用不到，就是基本上用不到。我们能用到的功能其实是有限啊，很少。毕竟就是大家理解的，不要把这个东西理解的很复杂。实际上就跟我们在纸上画画呢是差不太多的。我们只要学会了这个绘画逻辑之后呢，其实是跟在纸上画画是没什么两样的啊。我们学好了这节课之后呢，在纸上画也是一样能画的。那用其他的工具，用彩铅啊，用什么铅笔啊，用这个油画呀、油画棒、蜡笔啊，都可以画啊。不是说我就是学完了之后，就是只能在 iPad 上画，在其他地方画不了了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像要拉这样是删除。好，最后啊，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手势操作啊，这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。手势操作有很多啊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几个我常用的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两个手指戳屏幕，两个手指一起戳屏幕是撤回，就是这个工具啊，就是这个小箭头往回撤回上一步的工具，看到没？三个手指就是反向撤回，我撤多了，我再不要撤回那么多，反向撤回，看它又回来了，对吧？
然后呢三指一起向下滑，它会出现这个菜单，剪切拷贝，就是刚刚这个里边的那个东西，对吧？这里边我经常用到的呢，就是复制或者剪切并粘贴。就比方说，我现在你看这个图层里边啊，是这个东西，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小块吧，对吧？剪切并粘贴，你看我就给它剪切并粘贴到一个新图层里边了，对吧？它原来图层叫图层3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呢手势操作，我经常用到的这3种手势。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手势我从来没有用过啊，我画这么多也从来没有用过，所以说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，太过于纠结说，哎，我要把所有的功能都学会，其实没有必要，我们只需要会了一部分啊就可以来进行画画了，好吧？好，第1节课呢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啊，一个软件的简单的基础操作，好吧？